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手好闲的频道。本频道是会分享一些无尽对决末爆手游相关的视频。这集视频我会分享无尽对决从零开始新手教程的第2集。本期视频会有装备分享、打野装备祝福、游走装备祝福、轨迹技能分享、状态介绍、常用术语、战场介绍以及随着时间战场会有的变化分享给大家。现在有请我的金牌解说小帅登场。大家好，现在小帅先为大家带来灰技的分享。初阶灰技技能只有基础的属性加成，加上上一集的新手教程就已经有详细分享过初阶技能，有兴趣的大大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第1集。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从第一个中阶技能野河之主讲起。野河之主是可以让我们在野区或河道上可以提升10%移速，但是与敌方英雄或领主神龟交战时减半，是一招用于跑图支援的技能。魔族克星是一招加快打野速度的技能，对领主神龟伤害提升15%，其他野怪仅提升7.5%的伤害，对猎杀技能不会有加成。坦克技能坚韧之躯在生命值低于50%就可获得5%的伤害减免。刺客技能孤立无援让我们对落单的英雄可以有增加7%的伤害。法师技能神秘商店可以让我们以95%的价格购买装备，这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装备快速成型。战士技能鲜红盛宴初始获得6%的技能吸血，每次参与击杀额外获得0.5%，最多8层，加起来就是10%的技能吸血。辅助技能重整旗鼓可以减低战场技能和装备的主动技能12%的冷却，每次参与击杀额外获得1%，最多8层，最后加起来有20%的冷却。射手技能武器大师可以让我们从装备、灰技或技能中获得的物理和魔法攻击提升5%，是一招稳定提高输出的技能。接下来到中阶技能的分享，第一个不竭怒火，这是一招技能造成伤害会额外附带4%目标最大生命的适应性伤害。除此之外，还会恢复自身2%的魔法值，没有魔法值的英雄将换成恢复1%生命值来代替。此技能会比较适合打消耗的英雄，对坦克也可以造成可观的伤害。比较耗蓝的英雄也适合带这技能。战役激昂可以提升持续输出能力，连续3次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的普攻或技能后，后续所有伤害提升8%，持续6秒。这技能会比较适合靠平 A 输出的英雄使用。超载时间可以让我们使用大招后会以1.5倍的速度加快非大招的技能冷却，参与击杀后会延长效果2秒。坦克中阶技能震荡冲击是坦克提升伤害的技能，下次普攻后对自身周围单位造成100加7%总生命值的魔法伤害。刺客中阶技能杀戮盛宴对于生命值低于30%的英雄造成伤害后回复15%以损失生命值，并提升20%的移速。额外效果斩杀英雄后直接刷新该技能冷却时间，该技能可以加强持续收割能力，也让我们可以斩杀英雄后更容易的脱离战场。法师中阶技能魔法狂潮是一种提高爆发的技能，物理和法伤英雄通用，使用条件需要5秒内对敌方英雄造成3次超过敌人最大生命7%才能引爆该伤害。伤害高的技能型英雄会比较容易触发该技能。战士中阶技能无惧重击是一招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后回血的续航技能，回复自身5%最大生命值的血量，比较适合高血量的坦克和战士英雄使用。辅助中阶技能焦点标记是一招可以强化队友伤害的技能，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后，队友对其的伤害提高6%，并提高自身10%的移速，持续3秒。最后就是射手的中阶技能弱点洞悉，可以让普攻降低敌人50%的移速和30%的攻速，是一招可以削弱敌人和加强平 A 英雄留人能力的招数。灰技介绍就到这里，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大可以留言询问老游。接下来就到分享装备的环节。首先我们先来分享物理攻击的装备，我把物理攻击的装备分成9个部分，有物理穿透、普攻吸血、攻击特效、暴击率、冷却、收割、保命装、减治疗和技能吸血。我们先来讲解物理穿透的装备。物理穿透装备一共有4件。先来讲第一个狩猎之鸡，是一件带10%冷却和具备增加爆发移速被动的装备，可以大大加强英雄的追击能力。第二件七海霸主就是一件可以大大提高输出的装备，拥有一个可以强化下一次普攻和缓速敌人的被动技能。狩猎之鸡和七海霸主都适合用于收割脆皮的小穿透装备。第三件魔能枪是射手专属的穿透装备，可以提高射手的攻击射程和短暂提速的被动技能。
最后就是穿透能力最强的大川魔灵的咆哮，遇到打不动的坦克，买它就对了。普攻吸血的装备一共有5件，哈斯肯的血爪是吸血能力最强的装备，同时兼备攻速和暴击率的特性。自然之风和赤金魔陨我留到保命装那块再做讲解。猎魔巨刃是一件可以用来打攻击特效针对坦克的吸血装备，吸血能力会随着增加被动而提高，敌人生命值越高，猎魔巨刃的伤害就越高。第4件无尽对决是一件有混合吸血的功能性装备，拥有增加冷却、移速、回蓝和打真实伤害的强化普攻的能力，比较适合打强化普攻和技能型的英雄使用。攻击特效的装备有3件，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何为攻击特效。攻击特效就是我们英雄的普通攻击附加上一种特效，例如猎魔巨刃的特效就是会造成目标当前生命8%的额外物理伤害，而腐蚀战连是一件主加攻速和在普攻上附加增加额外80点伤害的攻击特效，远程效果减半。另外还有缓速敌人和增加自身攻速的被动技能。现在再分享一件比较特殊的装备——石猴棍棒。为什么会说它特别？因为买了这装备将无法提高暴击率，每1%的暴击率都会转化成1%的攻速。另外，被动连击可以让我们突破攻速上限至500%，还会额外触发2次攻击特效。这是一件为加强攻击特效而设计的装备，而它加强不仅是装备的攻击特效，还包括英雄本身的攻击特效。举个例子，英雄半藏原本的被动需要打5下才能满印记，但买了石猴棍棒后打3下就能叠满印记。可以加暴击率的装备只有4件。第一个风雨者拥有增加攻速、移速和暴击率的属性，还额外多一个可以打伤害、消耗和清兵的被动技能飓风。第2件狂战士之怒就是暴击流的核心，唯一可以增加暴击伤害的装备。第3个龙神枪唯一一个有增加冷却属性的暴击装备，被动技能释放大招还可以增加自身移速 7.5 秒。攻击装有增加冷却属性的装备只有5个：百战神斧、无尽对决、狩猎之击、龙神枪和寒冬王冠。接下来就打收割的装备。第1件天罚利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当敌方英雄血量低于4%就可以直接斩杀该英雄，叠满被动斩杀线会到12%。而绝望刀锋就是无尽对决最高物攻的装备，还有对敌方生命值低于50%的非士兵造成伤害前会提高自己25%的物理伤害，还有物理攻击唯一可以减治疗的装备海魂戟，可以增加攻速。另外还有一个面对生命值高于我的敌方英雄造成伤害提升8%的被动技能。敌方英雄拥有高续航、高护盾和治疗的英雄都推荐出这装备。有减治疗和没有减治疗打会补血的英雄是2种体验。物理攻击技能吸血的装备就只有2件。第1件百战神斧是可以打真伤的技能吸血装备，叠被动可以增加物理攻击，而叠满的时候才能打真实伤害。只推荐战士和刺客这2个职业购买，因为法师、射手和辅助职业使用被动效果减半。无尽对决所表达的混合吸血就是指普攻吸血和技能吸血。刚才的天罚利刃是增加适应性攻击，物理法师通用，所以待会的法术装备那里就不做分享。最后就是物理装备的保命装，一共有3件。第1件赤金魔陨是有普攻吸血和加攻速的装备，在英雄残血时还会触发护盾和提升移速的保命技能，比较推荐敌方法术伤害高的时候出这保命装，敌方物理伤害高的时候就推荐出自然之风这件可以免疫2秒物理伤害的保命装，同时也有加普攻吸血和攻速这些属性，不过只推荐射手购买，因为非射手职业使用免疫物理伤害的时间就只有可怜的1秒。最后一件就是物理法术通用的保命装寒冬王冠，可以拥有2秒的无敌时间，而且使用时不会打断已经释放的技能，搭配个别英雄使用可以有奇效。现在到装备法术篇，这里我把它分成8个部分，保命装就不重复分享。先来分享法术穿透装备。第1件天才法杖属于小穿透，增加穿透的同时也可以减少敌人的魔法防御，适合用于收割脆皮英雄，而遇到比较肉的坦克就可以选择大川魔法圣剑。增加冷却属性的装备有6件。第1件法坦专用的命运刻钟，增加生命值、魔法值的同时还有拥有回血回蓝的续航能力，叠满被动最高还可以获得72点的双抗。第2件星宿连刃可以说是法术版的无尽对决。第3件照愿弹灯就是一件打坦克的装备，比较适合伤害低和打持续伤害的法师英雄。第4件无尽对决冷却属性最高的装备附魔法器有高达20%的冷却属性，同时也是回蓝最快的装备，
还拥有可以打破40%冷却属性上限，达到45%冷却的特点。接下来比较有功能性效果的装备，我觉得有2件。第一件冰女王的法杖，拥有混合吸血的同时，也可以帮自己的技能附加减速效果，最高可以减速30%的移速。第二件浴火血雨，可以给自身附加护盾和增加移速，可以用来防消耗和提高坦度。混合吸血的装备有3件。第一件吸血最强的巨能之力，拥有20%的混合吸血，再加提高魔法攻击的被动。而最下面的天堂之雨就是法术的攻击特效装备，效果类似腐蚀战连，不过普攻特效伤害比较高，还多出普攻吸血和5%的冷却属性，没有减移速的效果，比较适合法术平 A 流英雄。接下来就是最高法强的神圣晶石，可以增加最高35%的魔法攻击。然后闪电权杖就是比较适合打爆发的装备，被动共鸣技能可以打出群体伤害最多3个敌人。法术的减治疗装备灼热之棍，被动灼烧可以燃烧敌人3秒，每秒最大生命值1%的法术伤害，对坦克英雄可以造成较大的伤害之余，还可以有长达3秒的减治疗效果。接下来绿洲之瓶辅助专用装备，增加冷却和治疗强度的属性，为低生命值的队友使用治疗或护盾技能，都可以为队友套上一个护盾，并使队友减少全技能2秒的冷却。最后灼热之棍、照院弹灯和冰女王法杖都比较推荐打持续伤害的法师或功能性法师购买。装备防御篇我分为8个部分，先来分享物理防御的装备。第一件刀锋护甲是一件针对平 A 流英雄的装备，特点1有反伤效果，特点2有减免20%的暴击伤害，外加可以缓速敌人。第二件曙光铠甲可以抵挡单次高额伤害，通常买来针对奥德斯和莱斯利。第三件远古铁甲用于针对技能伤害高的英雄，被动可以扣他们的物理伤害。第4件统御圣盾，坦克的减治疗装备，同时也可以削弱平 A 流英雄的攻速。第5件蛮力胸甲，为数不多加冷却的防御装，被动增加适应性伤害，移速和满被动的时候可以减少15%的控制时间，是一件攻守兼备、比较适合战士英雄的防御装。第6件雷霆腰带是一件可以无限成长的防御装，加移速和双抗的属性，每叠一层被动增加1点双抗，被动的强化普攻随着提高双抗而增加伤害。第7件神谕是一件可以提高回复和冷却属性的双抗防御装，敌人买减治疗的装备，我也可以出神谕扳回一些回复量。现在轮到魔法防御装，第1件圣能光甲用于克制法术持续伤害的防御装，第2件诅咒头盔可以提高输出，加快清线和减敌人双抗的防御装，最后一件女武神的庇佑是防爆发法术伤害英雄的防御装。然后右边那3件装备是有冷却的防御装，特殊装备女王之翼有加冷却，技能吸血，适应性攻击和触发被动时加免伤和减少自身技能2秒的冷却，攻守兼备，比较适合战士英雄的防御装。破碎流年增加15%冷却，可以通过斩杀或助攻来减少大招的30%的当前冷却时间，比较推荐靠大招吃饭的英雄购买。接下来防御装的唯一加续航的装备守卫者之盔，拥有脱战回血效果，拥有高生命值加成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提高持续作战能力。最后就是我们的保命装不朽，死亡后可以复活并获得一个护盾。现在到装备移动篇，就是鞋子装备。首先第一个是勇士战靴，是增加物理防御的鞋子装备。第2件魔能之鞋具备回蓝效果。第3件神奇足具可以增加10%冷却属性。第4件神速鞋是跑得最快的鞋子，可以增加65点移速，而其他鞋子只能增加40点移速。拥有35%的缓速减免和进入战斗状态会降低25点移速，持续5秒。第5件坚韧之靴增加魔法防御和拥有受到控制和缓速时间减少30%。第6件迅捷皮靴增加攻速属性。最后一件奥数之靴是法师专用，可以增加魔法穿透。接下来就分享左右两侧的特殊装备。左边禁止投掷的装备，只有队友里有大铁罐这个英雄才能购买。大铁罐这英雄拥有一招可以投掷队友的技能，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胡乱投掷队友的大铁罐，我们就可以购买这个免费的禁止投掷。当然，如果队友洗心革面，我们选择原谅他，就可以购买允许投掷。右边的就是塞西利奥和卡蜜拉的情侣技能产生的装备。同一阵型的塞西利奥可以把卡蜜拉吸入体内，然后可以把卡蜜拉像炮弹那样丢出去。那如果我们遇到乱丢卡蜜拉的渣男塞西利奥卡蜜拉，就可以购买破碎的心，防止被吸。当你们选择原谅他，就可以购买重合的心。现在我们来聊聊打野的祝福技能。技能选择一共有3种。
炎击猎杀、冰刺猎杀和血刃猎杀。我们先来讲讲炎击猎杀的作用，这里小帅就简单的讲解作用，有兴趣的大大可以观看技能描述。炎击猎杀可以偷取敌方英雄的攻击力并加在我们身上，可以削弱敌人和增强自己的祝福技能。而冰刺猎杀就可以偷取敌方英雄的移速并加到自己身上，属于降速敌人和提速自己的缓速控制技能，可以加强我们的追击和逃走能力的祝福技能。最后血刃猎杀就是释放后可以持续燃烧敌方英雄的收割祝福技能，大大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打野英雄的特性去选择适合的打野祝福。所有的打野祝福都必须击杀野怪或英雄攻5个后才能解锁祝福技能。到分享游走祝福技能的时候，一共有4个祝福技能，3个被动和1个主动技能。同样的，小帅会简单化的分享技能效果，有兴趣的大大可以查看技能描述。首先，第一个鼓舞祝福是我们可以给周边的队友增益属性的被动技能，增加的属性有12点至30点的物理和魔法攻击，这个属性会随着游走经济而提升，固定增加15%的攻速。第二个眷顾祝福和刚才的绿洲之瓶的触发条件一样，当我们给身边的队友治疗或加护盾，都能额外触发1道治疗给队友，同样的治疗量会随着游走经济而提升，这是治疗类辅助专用的祝福技能。痛击祝福是一招帮助队友输出的技能，当我们对敌方英雄使用控制技能，敌人身上就会有一个雷电标记，这时我们的队友攻击该目标就能打出额外伤害。待会再跟大大详细分享控制有哪几种，有什么控制不能触发这雷电印记。最后就是唯一的主动技能隐匿祝福，该技能可以带领队友一起隐形并加移速的捉人技能，隐形状态还带有不可选中的特性，也可以有效的躲过指向性技能和平 A 英雄的追杀。但是我们要注意，使用这技能会无法使用其他装备的主动技能。购买游走祝福装备后，游戏的前8分钟，身边有队友的情况下，将无法获得经验和金币。游走祝福技能需要游走经验达到600点后才能解锁。如果我方队伍同时存在2个游走祝福，那也只会有1个人可以先获得游走经验。现在我们来看看控制状态的介绍。控制效果分为低级控制、普通控制、高级控制和顶级控制4种。低级控制有缴械、约束、腹地、禁锢4种共同点，就是无法打断技能。普通控制有晕眩、沉默、恐惧和嘲讽4种，都可以打断部分技能。高级控制有冰冻、石化、变形和击飞，可以打断更多技能。而击飞控制同样属于高级控制，但是除了可以打断更多技能，还对位移和冲撞的技能打断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最后就是顶级控制压制，最强的控制不会被任何方式解除，只有佛朗哥和卡加拥有。也许会有大大疑惑，为什么老尤会分享这个关于控制的话题？小帅这里举2个例子给大大。首先，奥黛塔和克劳德的大招，相信大家都有接触过。不过他们的大招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需要高级或以上的控制技能才能打断。所以有时候我们选择的英雄没有高级控制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就可以选择石化这个战场技能来打断敌方英雄技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中克制敌方英雄，直接废掉他们的大招。缓速技能和倩倩的大招捆绑都不能触发痛击闪电印记。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职业的英雄该走那条路线。不过辅助英雄虽然这里定位在金币路，但是小帅更推荐根据形势选择要支援的地方，拒绝连体婴，从小帅做起。所谓连体婴，就是那种从游戏开局到结束都粘在射手身上的辅助。最后就是我们游戏随着时间会有什么变化。首先第一个变化就在2分钟会刷新神龟这个中立资源，这也是游戏重要的节奏点，建议法师、辅助和神龟刷新那条路的英雄也过去帮忙打野抢夺中立资源。接下来就是5分钟后防御塔的护盾会消失，所以我们要打护盾赚钱，最好要在5分钟前完成。游戏8分钟就会有领主降临，这也是游戏重要的节奏点。同样建议大家配合打野一起去抢夺，拿下领主，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推上高地和获得兵线的优势。12分钟兵线加速，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加快的结束游戏。最后就是18分钟的领主觉醒，觉醒后的领主会获得大额强化，也是我们游戏后期结束游戏的神兵利器。那我们这期的新手教学就到这里。关于英雄克制方面，老尤还要再想想怎么分享，一次过讲完全部英雄太大工程。有想法的大大可以留言告诉老尤，例如我们也可以从刺客英雄开始做起。感谢小帅的分享。
视频真心制作不易，喜欢的大大可以点赞、订阅和留言。那老尤先跑路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